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不到3000万就能当任嘉伦，成毅的金主爸爸欢瑞世纪离开杨紫还能活吗？在今年暑期档《长相思》大爆之后，不知道杨紫的原东家欢瑞世纪作何感想？不仅是当前与《长相思》同台 PK 的莲花楼，在热搜榜上几乎被一边倒的碾压。7月11日，欢瑞世纪发布半年报，拿着规模净利润亏损4340万元的中报，股东们心情想必不会太好。2025年年末，爆剧女王杨紫不再与欢瑞世纪续约，多位艺人相继流失。以艺人经纪为主要营收项以及核心竞争力之一的欢瑞世纪，在2025年靠传说中的分手费、沉香如屑等平稳度过影响后，到如今似乎终于露出了疲态。01后续无爆款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欢瑞世纪实现营业收入9569.95万元，同比下降73.31%。其中，艺人经纪收入为4223.83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减少0.16%；影视剧及衍生品收入为3815.55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减少87.61%；电商收入为1530.56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加83.63%。在营收较怀展的情况下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4339.93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减少246.32%。从数据可以直观看出，影视剧及衍生品收入的大幅下滑是拖累业绩的关键。欢瑞世纪认为，这是以为影视剧未多轮发行，收入下滑是受项目周期影响。实际上，梳理欢瑞世纪近年的影视剧制作、拿证、播出情况，随着2025年《沉香如屑》与《军歌》等影视剧上线，2025年《莲花楼》等相继播出，2025年中报披露取得发行许可证的影视剧，但尚未上线的影视剧仅有10年一品温如言。至于创作中的影视剧，2025年中报中查无此项。后续还能否有爆款预定，暂不可知。此外，欢瑞世纪早已终止了电影《诛仙 I 新蜀山 I 传说实心者》、电视剧《昆仑新蜀山系列》、失恋阵线联盟实心者沧海等项目的投资，并将这部分募集资金转为永久流动资金。而已有 IP 中，欢瑞世纪目前还拥有对十州三境、卜星司、萧沉千香引、佳偶天成、凤青天蓝、谪仙周瑜传、万古修罗、齐天至圣、镜花缘传奇天香和蝮蛇行动等40余部剧本和小说的影视剧改编权等权益。这些 IP 被欢瑞重点写入了核心竞争力，看上去相比旗下艺人，好的本子更受欢瑞重视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何时启动这些 IP？ 从现金流情况来看，欢瑞世纪今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674.28万元，同比下滑29.29%，系支付投资者诉讼增加所致。因为新增借款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90.41万元。同比上升132.74%，也同样使得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13.43万元，同比上升268.70%。目前，从存货这一块迹象来看，欢瑞世纪当前原材料、在产品、库存账面余额分别为6265万元、1.45亿元、6.25亿元。相较去年年末，从在产品转为库存的金额超1.5亿元，这意味着上半年拿证情况较好。但从存货总量上看，2025年存货账面余额还有13个亿，而如今下降到8个多亿。存货释放的周期和补充
影响着后续欢瑞的业绩表现。02再无第二个杨紫。近年来，头部影视公司的影视剧制作与艺人深度绑定，影视剧及衍生品收入背后，不仅与制作 IP 相关，也与艺人密切关联。回看欢瑞近年的财报，2025年中报时，欢瑞世纪拥有杨紫、任嘉伦、程毅、张雨绮、颖儿、侯梦瑶、韩栋、袁冰妍、张睿、刘学义、赵英子等39位签约艺人。档期在平台实现首播的影视剧有《与君歌》《天幕危机》《云顶天宫》等，在创作中的影视剧包括《十年一品温如言》《南风知我意》《遥巷传奇》《沉香如屑》等。取得发行许可证或上线备案号的影视剧为《与君歌》《全羽力》《云顶天宫》。到2025年中报时，不仅杨紫不再续约，签约艺人数量也出现缩水。尤其是在2025年古装剧的小花被重点培养的袁冰妍深陷税务风波后，到2025年中报，欢瑞的艺人队伍还剩下任嘉伦、程毅、张雨绮、侯梦瑶、张睿、刘学义和钟华等20余位签约艺人。首播创作中拿证的影视剧则如上文所示，后续似乎相对缺乏爆款之乡的大 IP。2025年上半年，欢瑞世纪艺人经济收入的4223.83万元中，头部2名艺人就贡献了3482.7万元，可谓是卧龙凤雏，不可失其一。在现有艺人方面，排在头面的任嘉伦在欢瑞业绩说明会上，有投资者直接发问称，传闻任嘉伦准备离开，合约将到期。欢瑞方面称该消息不实，但核心艺人稳定问题显然已备受投资者关切。不过今年7月11日，欢瑞世纪突然官宣了8位欢瑞新生的男艺人，新人计划显然已经展开。另一方面，近年来影视公司女性向作品爆款频出，女艺人的带货能力被格外看重。杨紫作别欢瑞后，袁冰妍、张雨绮等曾被寄予厚望，但前者税务风波后在影视剧市场几乎淡出。欢瑞还能否打造出第二个杨紫，是其女性向影视剧市场能否重回数年前巅峰的核心问题。尤其是在当前兄弟情影视剧越来越收紧的背景下，让人担忧的是，目前资本市场对于欢瑞的关注度，相较2025年股价触底前，可谓天差的别。除了股价持续波动外，一方面 Win 统计的券商研报自2025年7月后未再更新披露，另一方面 Win 统计的机构调研公告，最近一份竟然是2025年。不过好消息是，今年上半年的受 AI 带动的传媒股行情中，不少民间资本相继买入了欢瑞世纪。坏消息是，按照今年上半年的 4.65 元每股的均价，只需要2681万元就能买进前10大股东，不到3000万就能当任嘉伦、程毅的金主 Bob， 也不知道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